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视频发布用的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呢比较简陋。然后最近我在用 Cloud Code 来写这个网站，在前不久我完成了这个页面，这就是和这个页面对等的一个页面，它是用 Cloud Code 来设计并且完成的。然后当这个页面完成以后，我就觉得似乎可以出一期视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HTML 的设计稿更容易让观众去理解，它不像代码有很多复杂的过程，这个就简单从看使用就能做一个基础的评判，所以我就想出这么一期视频。这期视频是什么呢？不写一行代码，用 Cloud Code 来完成专业的 HTML 设计，这是完全基于普通用户、非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的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回到 DPRT 这个网站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准备工作。首先是搜索 HTML， 就可以找到这期视频的对应的文档。打开这个文档以后，来到第二部分。第二部分里面会有用到的资源，我们以跨个网盘来举个例子。好的，打开以后，打开这个文件夹，里面一共有两个文件，第一个是点 .txt， 就是这个视频用到的所有的命令，第二个是点 .zip， 就是和这个视频关联的所有的文件。原则上你需要把两个都下下来。然后这边我把所有的命令也都贴在了第三部分，有需要可以来这边找，如果你不想下载的话。好的，我们来继续。这边假设你已经下载完，并且也已经解压缩好了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text 文件给它打开。它是在这边，我们先把它放一边，我们等一会儿来用。好的，接着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个 cc_test03 这个文件夹用你的编辑器或者用任何一个工具打开，我这边用的是 VS Code 来做的一个打开。打开以后，我们需要来打开它，东西可能比较多，你们不要着急啊，这个绝对是一个新手能看得懂的一个网站，没有什么难度。这个项目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简单的目录结构，这是这个项目。然后它下面有两个文件 ，PRD 不用看，先看这个 cloud.md 这个文件，在这儿我把它打开了。打开以后，这边是一些我全部都做成了中文的信息，你有需要就去读一下，没有需要你就假设你拿到这个就能跟着我这边一起做下来，这样去理解。然后主要看什么呢？看这个项目结构，我要把项目结构简单的说一下。首先这个是 cloud.md， 这是 cloud 的主文件，简单的说，你把它理解成 cloud 的大脑，你把需要的东西写在这儿，它就能去遵守。然后 PRD 是产品的需求文档，我们看一眼就行。这个东西就是介绍一下你这个项目，做一些简单的规则，我这边写的都比较简单，也都是中文。然后这个是数据库，是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你不用管。然后这边是前端设计稿，就是我们所有今天生成的文件都在这儿。然后下面有4个文件夹，分别是存放线框图、存放 HTML、存放 CSS、存放 GS， 你就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存放在这里就行了。好，这个文件夹 backend 没有用，这个 root 是定义了两个角色，一个是前端工程师，一个是后端工程师，我们只用前端工程师，这个等会我们来看。然后这两个没有用，是一个标准的目录结构。这个是 Cloud 的一个文件夹，这里面只有一个什么呢？只有一个 command 是重要的，一会儿我们来讲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docker， 这个也没有用，就是配合配合的一个文件夹。我们来看 root 里面，我们看 front 这里面其实就是以中文定义了一个角色，他是一个前端工程师，你是一个专业的出色的完成任务，然后什么一堆。然后这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有一个页面标识符，就是说前端有哪些页面，后端有哪些页面都标识在这儿了。这期视频我们只涉及2个页面， F-video-list 前端的一个视频列表页，就是这个页面和设计好的这个页面，其实就是替换这个页面的。好的，然后视频详情页呢？视频详情页就是替换这个页面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打开链接这个页面。现在我用的是第三方网盘，将来就是会直接放到自己的网站里面去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好的，然后这边剩下来的东西有兴趣自己就读一下，没有兴趣就不要读。这边是我刚刚解释的，就是东西存放在哪，这些什么命名格式啊，这些反正都是中文，有兴趣就看一眼。好的，这边说一下这个 PRD 啊，就是说
如果你不知道 PRD 是怎么制作的话，你就去找 ChatGPT 或者任意一个 AI 工具去跟他聊天，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，然后你说你帮我生成 PRD， 帮我生成数据库，帮我生成什么，然后通过对话的方式，你说他答，就来回几次，就以一个很低的成本就可以实现。好，这个我们就不说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 command， 就是这个命令，这是我单独写的这个命令，它的位置在这儿。点 Cloud 文件夹，点 Commands，然后 DPUR 里面有两个，一个是 HTML， 一个是线框图。我们看这个线框图，里面也是中文，只有这么一个命令的格式，它大概有3个参数，1、2、3。你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，因为我在下面给你写出来，一会儿我们怎么调用的时候我们再来看。然后这边都是中文说的，就保持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最后给大家灌输一个思想，你只需要和我一样把这个准备好，然后把那个这个里面每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都删除干净，你就可以按照我视频相同的内容跑一遍。我这个视频只展示结果和过程，就不再去运行了，因为运行的时间比较长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命令。这边每一个命令我都做了一个区分。首先，有一个大的，就1点、2点、3点，就是对应的是第一个是生成那个视频列表页的线框图，第二个是生成视频列表页的 HTML。大概的流程就是先画线框图，然后用线框图来生成 HTML， 就这么简单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命令。第一个命令在这儿，它一共分2个小点， 1.1 和 1.2。第一个是无明确要求生成模式，第二个是有明确要求模式。在这边呢，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命令。命令前面这一段就是到这个线框图叫 wireframe， 这个是固定的，然后后面这个 generate 就是这个 action， 对应的是这个，然后后面有一个 page， 就是对应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前端工程师在哪？等一下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定义的这个占位符，它就代表是视频列表页。然后最后面这个就是一个多行文本，就是你的需求，它对应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叫特殊的需求，这个其实就是这3段。然后你主要写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。这个命令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是不太能理解，一会儿再请回来自己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说明。我们现在来讲第一个命令。第一个命令在这儿，前面是固定的。第二个就第一个参数是生成，第二个参数是视频列表页。然后看下面这个命令，它跟它前面也是一样的，看到吗？这是一样的，只是它比它多了这个需求，就是说第一个命令没有需求，第二个命令指定了需求，把这些该写的东西都写了。然后这个需求是哪里来的呢？是你的 PRD， 是你和那个 GPT 这些 AI 聊天的过程中，让他们帮你去整理的。好，这里面这个内容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就是说布局是什么，然后顶部导航，底部的页角，中间的内容包括一个视频筛选区，一个视频列表区。有需要的话暂停下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线框图，这个命令我们输入以后，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 OK， 我把我之前的那个命令暂存的给它调取过来了，给大家直观的看一下这个命令是怎么运行的。首先我这边存的是这个 1.2 这个命令。在这边我进入以后就直接把这一串都敲进来，然后敲一个回车，然后它就开始自动运行。这是运行的第一行，它会读那个角色，前端工程师这个角色，然后它告诉我这种所有的点点都是它告诉我的。它告诉我将作为前端工程师来完成这个页面，然后他去看了 PRD 需求文档，然后他去看了数据库，然后他去找了一下前端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有没有现存的设计，然后他找到了线框图这个文件夹。他在它的下面，然后看线框图里面有没有东西，都没有。然后他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拿到了以后，他要开始按照我们的需求。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？就是上面这些内容来说，来设计线框图，然后它就生成了这么一个线框图文件。然后这个文件它就会存放到这个地址里来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下面是一个 token 的记录，大概他花了多少钱，这么一个意思。
然后它生成的是什么呢？生成的是右边的这个，我把这个图缩小一点。线框图，其实这个图是很容易理解的，就好像我们要做一个网站或者做一件事情，你可以先在笔记本或者找一张纸画一画设计稿，这就是他画的。然后这个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我们将来把就是这边的这个东西给 AR 是能看得懂，知道怎么用的，这就是这个事情的优势。然后可以对比的看一下两边，这边是基本上把我要的东西就右边都实现出来了。左边因为是一个没有提需求的，所以它设计的还是比较混乱的，就是其实该有的也有，只不过有些东西我们想要的它没有做的那么准确，所以我们下面就是基于这个线框图来做下面的这个事情。好的，我们回到我们的命令里来，线框图有了，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呢，第一个事情就是做 HTML。首先我们让它做的就是看第一个，其实就是命令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前面这一段，然后主要的就是第三个参数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指令。这个呢指令比较简单，第一个是告诉它线框图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说让它按照相关文档的需求生成 HTML， 然后呢它就跑了一下，大概用的这个就是 token 在这个地方，你不需要知道，但是你就知道它用了一些 token 就可以了。然后它第一个跑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是这么一个页面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把它往边上放一放，不太好放。看这个线框图吧，它有一个顶部导航，然后这个做了一个顶部导航，还差不多，看到吗？然后线框图下面会有一个筛选的区域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它也做了一个筛选的区域，只不过它把它做成了一整行。然后像这个搜索结果什么的，它也放在了这儿，然后再往下是一个视频展示的区域，这个跟那个线框图还挺像的，是这样，上面有一个缩略图，虽然它这个图没显示出来，然后有那个标题啊、日期啊、作者啊、主标签啊、合集啊、简介啊，它是完全按照那个这样看吧，按照这个顺序做下来的，就跟这个是挺像的。然后它在下面做了一个页脚，这个页脚虽然有点丑，但是和我们这边的线框图要求是一样的。然后下面有一个 footer， 就是一个那个网页的不，上面是枫叶，这个枫叶，然后下面做了一个页脚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页脚其实也还中规中矩吧。然后我们这边提了一个悬浮按钮的需求，就是回到顶端，这个悬浮按钮它也给做出来了。然后基于这么一个情况嘛，这是日页主题的一个切换。整体来说实现度还是可以的，所以就可以基于这版来做一些修改。然后第一版我们修改了哪些内容呢？我把这个移到这边来，然后来对照着看一下啊。首先是那个告诉他基于这个文件，就是-2这个文件来做修改。然后首先顶部的修改是把那个固定的这个导航改成随页面滚动，就是现在它这个是固定在上面不动的，然后我要求这个是页面滚动的时候它也滚动，然后把它的背景改成白色，现在是黑色，然后把右边的按钮的顺序调整一下，调整成切换语言、切换样式，把这个往前调，然后注册往后拿，是这样。然后切换样式需要有那个下拉菜单，现在切换样式是点击就有，我想有那个就是深色、浅色自动，那种下拉菜单和这个一样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剩下其他的就是这个 GS 这个筛选这个部分有一些问题，我让他去做了。然后这边是那个视频展示这个区域，他现在做的是一个 GS 的一个枫叶，然后我不想要 GS 的枫叶，让他把 GS 代码去掉。然后视频展示的这个部分我就是让他做了一些小的调整，比如说把那个视频作者改一行，然后在下面增加一些东西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那个枫叶我觉得做的不太好看，让它重做一个。然后页脚让它删了一点东西，然后做了一些调整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它第二版，就是下面这一版它改成了什么样。在这里，首先把背景改了，然后这边的顺序改了，这边的下拉菜单有了，但是开始出现 bug 了，就是这边有了遮挡，但这都是正常的。然后像这个我让它接入了一个 GS 的插件，它也照做了，但样式有点
怪怪的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后边我们再来慢慢改。然后这个页脚也做了一些调整，我把页脚切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样，原来页脚是这样，它让我的要求切成了这样，然后上面这个枫叶也做了一些调整，这个枫叶看着还挺顺眼的，但这个颜色呀什么的就比较怪，所以呢，紧接着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有一个点，就是费用情况。第一次修改差不多是花了 2.86 刀，就是如果走 APR 的话是这样，这是 Cloud Code 自己的一个计费，我把这个列在这儿，大家方面就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接着我们就进入了下一次修改。简单说一下，每一次修改都是会比上一次要少，所以第二次修改就是告诉他基于这个新的就是页面是这个-3这个页面做的，然后样式首先把紫色给我改掉，然后那个顶部和底部的颜色改一下，然后用了这个插件会有一些问题，然后告诉了他让他去修改，然后视频筛选这个部分把那个区域筛选删除掉，因为我上一版是没有区域筛选的，他给我不知道为什么加进来一个，所以 AI 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让他把这个删除掉，再然后让他把那个视频卡的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，然后页脚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些要求。然后下一版做成什么样呢？到这儿了，这一版已经好很多了，就是他把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大概都放到位置上了，然后包括这些 cut 的这些修改啊，或者这些调整，就感觉是蛮顺眼的到这一版。然后呢，那个日夜主题切换这边还是有 bug， 所以这些它不会一次性都改完。然后这个东西它颜色调整了，但其实也没调整的有多好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基于这个嘛，这是这次的那个花费情况，在这儿有需要自己看一下。然后基于这个，我们做了第3次修改，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都是越改越少？第3次修改只有这么一点文字。第3次修改主要是改哪些东西呢？首先是顶部首先是告诉他基于这个-4这个文件来做修改，然后那个顶部是那个在深色模式下有一些需要调整的东西告诉他了，然后那个这个 28N 切换这个也被遮挡了，大概就在这儿，它被挡住了嘛，这都是 bug。然后这边这个 GS 插件有问题，让它去改。然后这个筛选部分搜索改为占一半，这个是一个 class， 就是占半行，它满行是12，这个是6。然后然后这个我文档可能没有存对，这个当时这个是在这个位置的，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改过来了。然后这个是把这个视频 card 这边做了一个调整，封面图片，它这个封面图片有点不成比例，有点太高了，我想让它切短一点，所以我给了它一个分辨率。然后那个这个背景颜色就是这个 footer 在这个位置，这下面那个背景颜色让它去改一下。然后就没有了，它就开始干活了。然后下一版就在这儿。这一版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封面图片变小了，整个比例也变得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这个还是存在 bug。然后这个呢，就颜色又改了一次，但实际上这个改来改去都不是特别好。实际上这个插件是什么样呢？是这个样子。人家是一个就是色彩很好的一个插件，我想它能直接拿过来就能用，但是很遗憾。然后还改了什么？深浅色主题，这个主题是这样切换的，现在切不回来了，无所谓，就这样看一下深色主题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，就整体在一点一点的小修改，这边就进入小修改了。然后第4次修改在这儿，第4次修改就告诉他基于-5这个文件做的修改，然后那个 28N 这个被遮挡这个问题让他去改一下，然后那个这个多选框。这个多选框我就放弃了这个 choose-gs 这个方案，我让它用原生 GS 重新写一个，然后底部那个 card 的 foot 的 button 字太小了，就是这边的这个字体太小了，不太好看，让它重新做一下，大概就这么多。这个其实如果没有这一步修改的话，到这里就只剩2行了，对吧？就越来越少。然后他做了第6版，就-6这版出来。这个就完全变成了原生的那个 GS， 没有用这个插件，然后样式也变得好看了，对不对？这边也可以选择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这个字它也适当的去改大了，还改了啥？这边这个 28N 的这个弹窗，这个弹窗它在这一版也修复了，整体来说，还挺好，对不对？但是
还是会有问题。所以紧接着我们对这个杠6又进行了一次修改。这次修改呢，就是说把那个字体的背景颜色给改一下，因为这个深浅度其实看不太出来，所以我想把这个地方加深一下，就是有一个背景颜色。然后那个视频搜索区有3个标签，其实这个标签和这个标签还有这个标签有点占高度了，它这边有文字提醒不需要，所以我让它把这个标签删除掉。然后这个多选框还是有一些 bug， 我让它改了一下，像点这个是点不了的，只有这样点，然后它点完了以后它的位置比较尴尬，就是离得特别远，是这样。然后那个在页脚那儿做了一个修改，就是它这个蓝色这个标题真的好难看，所以我就让它做了一个修改。然后就这么多，然后就进入了修改的模式。好，看看它第6次这次改完以后呢还是有问题，但是它按照我加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它们也没有那么大的间距了，就是但是它完全靠到右边去了。然后我们还改了什么背景颜色改了，你看这个背景颜色和这个背景颜色相对来说这个颜色会更好一点，对吧？然后还有那个底下的这个 H5， 它把这个标题的颜色也改了，基本上就是怎么觉得呢，就是你让它改它基本上都能改到位。然后在下面我们就进行了新一次修改，基于杠7这个文件，首先那个这边改的就越来越少了，就是这个多选框它有一个那个反选功能没有实现，在哪呢？就是点这个是没有效果的，看到吗？它虽然在动，但是应该是和点这个是一样的，但它没有实现，这就是一个 bug。我们就告诉他，然后那个内容是偏到右边了，然后那个在底下的微信按钮这儿做一个那个二维码的图片。我当时怎么想呢？就是微信可能需要展示一个二维码，如果它只是个链接，对微信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说这个就是2个事项，我们看它修改的结果，就是杠8回来，我们先看这个搜索框这边可以点击了，就是可以点，你可以点这还是有 bug， 没关系，后面好像又改了，可以点这儿。你也可以点这儿可以，刚刚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吧。然后那个下面微信这儿，它加了一个图片的一个标识，这些基本上都做好了。那么下一次改了什么？这是又让它做了一次修改，基于杠8这个文件，然后是把那个登录和注册按钮改大一点，这个太大了，让它改的和主题一样，就是说改的和这边一样小，这样就看得更统一一点。然后这个有一个 bug， 就是会增加一个什么东西这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就是还是针对这个复选框，这个因为是在第4还是第5个版本让它重新写的，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 bug 会留的比较久一点。好的，我们看它的修改结果，这个明显感觉到这个 button 就更合适一点。然后在这边呢就是这样，这边我点这个可以取消了吗？还是不可以取消无所谓，可能现在还有 bug， 没关系，稍后来改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又做了下一次修改，基于杠9这个文件，这次呢是做了一些公共的修改，就是说让它把那个 GS 抽离出来，就是把 GS 文件做一个分类。这个在你看到视频的时候，我已经把这个写到基础规则了，所以这一步你是不需要做的。然后这边剩下来的就是一些样式的修改，主要集中在这个位置上，比如说把这个改成一个基础样式，然后把这个标签的样式也改了。所以我们看它修改的结果修改结果在这儿，就是我这个版本，对，这是上一版，这是这一版，就是变成了一个方的标签，然后很多的圆角也都改掉了，改成了方角，然后这个就是整体上更和谐更统一一点。这一版我就已经比较满意了。然后刚刚那个 bug 还在吗？好尴尬，它还有，但其实我之前测是没有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又可以了。它好像有一个点击位置还是什么，这稍后让 AI 再改吧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是和这个合在一起的一个修改，这个修改是当时这版就是杠9做完出杠10了以后，它会有一个就是这个弹窗会被下面遮住，然后一个修改，但是它当时那个直接就又改了杠10这个文件，因为是个小修改嘛，然后把这个 button 变成了一个链接，就可以点击。你看那个我这边下面会有一个链接的标志，这是为后面编程做准备的。像这个它是没有链接，是不可以点击的。
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到这一步为止，这个页面我就觉得改的比较满意了。当然大家也看到这边还是有 bug， 但其实这样点文字也是可以用的，这个稍后来再解决吧。这就是这是我的网站，从一个 idea， 就是我要把 DPRT 这个网站给它写得更好看一点，用 Cloud Code 这种方法，然后我经过了一步又一步，最后到了这一步，完成了这么一个设计。这个设计怎么说呢，还是蛮好看的。虽然说不上是那种很顶级很 top 的那种设计，但是对这么低成本这么高效率这么低门槛的状态下，我觉得是挺好的。然后这就是视频列表页的一个所有修改。视频列表页做完了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一个视频列表页，得到了一个标准的样式。下面我们做什么呢？做视频详情页。视频详情页很简单，我们给它一个条件，让它按照我们就是 PRD 设计的这个方式，把视频详情页的线框图给它画出来。然后它画好的线框图在这儿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框图。还记得线框图在哪吗？线框图在这个文件夹下。这个线框图它刚画好的时候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做了一个修改，为什么要做这个修改呢？是告诉大家线框图怎么改。然后放在一起对比，看到吗？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用空格，用什么复制粘贴把它改过来。我就是直接把一些需要的东西给它改过来，因为如果你让 AR 去做的话，它不一定做的那么准确。像这种直接修改的东西自己去改是改得很快的。像这个下面我也改了，像这个地方看到吗？它占了半屏，我想让它占整屏，我就把它用那个复制的方法给它放过来就可以了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基于这个 2-1 这个线框图让它做点事情。上面这段是生成线框图是3，然后下面到4，4-1就是基于线框图和一个需求就是我们给的一个完整需求，我让它生成了2次页面。然后呢，这2次页面生成完了以后，我就突然想尝试一下，我就给了它一个没有需求，让它额外生成2次，就没有写那么多额外的要求，就让它直接自我发挥去做一个生成。那么它最后生成的是什么呢？这是封面，这是基础信息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封面、基础信息，然后下面是视频的一个详情，详情就是视频正文，正文下面有一个互动，互动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互动下面是一个评论，评论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评论下面有一个推荐，推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下面是一个页脚，它写的比较简略，没所谓。然后在侧边还有一个就是新闻公告在这儿，然后有一个关联视频在这儿，然后这是第一版，然后第2版就有点扯，它还是这个布局，但是它会做一个和第1版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它就会有一些发散性在里面。然后这是第3版，这就是没有给他要求让他自己去做的这一版，其实也很像，但整体上会有一些偏差。然后这是另外一版，就是也是没有限制的那一版，这版它就有更多的东西。你看这个页面它会滚动呀，然后做得更简约了，就内容更少了一样。下面我应该会基于这版，就是-2这个版本去做后续的开发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和前面就是感觉整体上更契合一点，这样子。那下面我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和前面一样，基于这个-2，告诉他哪些东西要改。比如这个我要的是封面图片，我不要视频，你把它给我改成图片。然后这边的一些位置做一些调整，然后这个枫叶不好看，然后这边这个太小气了，把它做大一点。然后页脚这些公共的就没有什么要动的。然后这边这些可能比如说它是6个，我让它做到8个。然后这边这个公告加点东西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把第1版这个列表页做完了以后，后面的修改你有没有发现它就不会偏离的太大，这就是 AR 会做的一个事情。OK，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要说就是以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角度，不写一行代码来构建这个页面，因为我全程用的都是自然语言和它去做一个沟通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，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真的推荐你去试一试。
然后这边有一些点要跟大家提出的。首先第一点，我用的是 Sonnet 4模型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用 Sonnet 4来做一个复现，当然你也可以考虑用 GLM 或者 DeepSeek 3.1这些模型，因为国内有些模型就是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。关于模型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 DeepSeek V3.1 的接入指南，这个可以做一个尝试。但是需要明白的一个点就是 Sonnet 4它会比 DeepSeek 会比 GLM 更好用一点，它们会有一个差值，所以说你可能没有办法100%的去复现，或者说你要经过更多的步骤去不停的去做一个迭代的操作。但你需要明白的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？ AR 是一个不知疲倦无限迭代的工具，就是说你可以一遍一遍一遍。什么叫一遍一遍呢？就是这个我可以让它这样去做，然后我可以再让它再做，再让它再做，一直做到我满意为止。就像我在这里做的迭代，同样的需求我让它做了4次迭代，它没有任何的怨言，它都给我了，我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筛选。所以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不要犹豫，直接把它切回来，就像我这样用文件名啊，或者用什么来做一个区分，让它直接重做，总有一个版本会让你满意。当然这里面如果你用国产模型的话，可能你就是经历的磨难，就是重复的次数会多一点，这个需要明白。然后当遇到 AR 特别愚蠢的时候，它会很愚蠢，会有时候会是很愚蠢的，就告诉他你再仔细想想，他就会很认真的去想一想。然后在这边提醒大家，就是要善用 clear 这个命令，就是当你的上下文过长的时候，什么叫上下文过长呢？就是像这个，如果你装了那个就是相关的辅助工具，它就会告诉你你这个上下文还有多少，就是它到满了就不能再有了，就要把前面的东西它就会忘记一些。如果不知道怎么装，可以看我稍后发的这个安装这个状态栏的这个视频。然后就是上下文不够的时候，就记得要 clear 来把上下文做一个标准的控制。然后这边就是稍后会更新一个就是基于这个页面来做 PHP 程序的，就是把这个静态页面跑起来的相关的视频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一波。但是那个视频就不会像这个视频的观赏性那么好，那个视频可能就是展示一下实现的功能和大概用的哪些命令，可能命令都不会展示，就是把功能演示一下就差不多了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用 Cloud Code 编写 DPRT 这个网站前端页面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P，谢谢。